美国大规模从中东撤离，以色列发动崛起雄狮计划，200架战机、330枚弹药袭击伊朗。伊朗火速反击，首轮100架无人机空袭以色列，武器及跳车愿出资筑屋重建。俄军伤亡破100万，乌军空袭莫斯科电子厂，恩格斯基地遭遇爆炸。乌克兰、德国合力迫使俄投降。前线俄军攻势全开，战斗进入白热化。俄海军接收最后一艘基洛级潜艇，普京紧抓俄核能力。K9竞争美陆军标案，精彩资讯马上开始。这世界变化真快呀！美国前脚宣布大规模从中东撤离，预告此地可能将爆发大的战争。紧接着，以色列直接动手打击了伊朗。仅几个小时后，伊朗火速反击，又打了以色列一个措手不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事儿还要从美国宣布大规模从中东撤离说起。综合路透社和半岛电视台最新的报道，6月11日，特朗普在离开白宫前突然宣布，将从中东撤离大批的外交人员和军属，涉及范围包括美国驻伊拉克、巴林和科威特等国的大使馆，并在讲话中耐人寻味地表示，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这个时候，外界包括火力军在内，都以为这仅仅是对伊朗的警告，暗示美国与伊朗的核谈判可能失败。但没想到，这是中东局势再度升级的预告。这个撤离范围预示着以色列对伊朗实施打击的范围。而当时伊朗方面对美国的警告不以为意。6月12日，被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决议，指责伊朗未能履行其核保障义务后，信誓旦旦地表示，伊朗不会放弃浓油缩的权利。其外交部和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伊朗已下令在安全地点启动新的浓油缩设施，一旦机器安装完毕，将立即开始运营。同时，伊朗官方还发表强硬声明称，若爆发冲突将攻击美军基地。其伊朗革命卫队司令侯赛因·萨拉米甚至表示，伊朗所有军事基地都已进入最高战备状态，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潜在的军事对抗。这位司令嚣张地说，美国和以色列连胡塞武装都打不过，又如何击败我们？但话音未落，以色列就对伊朗发动袭击，行动代号崛起的雄狮。以空军于凌晨时分出动超过200架战机，参与了对伊朗的首轮空袭，期间共投下330多枚弹药，空袭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与核计划相关的军事目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3日报道称，凌晨3时20分，伊朗首都德黑兰市区传出6至9起巨大爆炸声。虽然尚不清楚袭击详情，但从已流出的现场画面看，首都西部的马哈拉蒂街区各地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爆炸。目前，伊朗防空已进入全面戒备状态。同时，位于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已暂停所有航班进出。今日以色列报也于13日报道称，以色列军方证实了此轮打击计划，袭击了伊朗数十个与核计划相关的设施目标，并称伊朗指挥官和导弹工厂遭到了打击。如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和德黑兰时报称，这位嚣张的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侯赛因·萨拉米在以色列的袭击中丧生。伊朗官方新闻机构努尔新闻则报道称，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顾问阿里·沙姆哈尼在袭击中重伤。此外，《纽约时报》援引数名未透露姓名的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以色列军方发动了5波打击，袭击了德黑兰周边至少6到8个军事目标。第12频道还补充表示，以色列的行动是为了消除伊朗的核威胁，如以色列就打击了伊朗纳坦兹核设施。幸运的是，目前没有核污染的迹象。随后，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由于以色列对伊朗采取了先发制人的行动，他宣布以色列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卡茨预计不久的将来，以色列将遭受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同时强调以色列民众必须服从本土指挥部和当局的指示，留在保护区内。而需要服从的指挥如下：其根据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发布的防御指南称，根据形势评估，决定自凌晨3时起，以色列将全国所有地区的全面活动级别调整为必要活动，即除必要部门外，禁止开展教育活动、集会和工作场所活动。其二，以色列交通部门宣布关闭领空，禁止任何航班进出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召开了安全内阁紧急会议，准备防御伊朗比上次更大规模的报复。同时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以色列历史上的关键时刻，称以军对伊朗的打击还会持续多日，行动目标是打击伊朗核设施、弹道导弹工厂和军事能力。值得注意的是 ，CBS 和以色列广播管理局的消息均透露，所有迹象都表明，在袭击开始前，美国是知晓以色列袭击计划的。甚至美国共和党议员林赛·格雷厄姆表示支持以色列攻打伊朗。他在社交媒体帖子中写道：“开战为以色列祈祷。”
不过在袭击发生后第一时间，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紧急表示，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是单方面行动，美国并未参与其中，同时警告伊朗不要针对该地区的美国利益和人员。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丹尼·达农也在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正在与美国进行持续对话，同时称袭击伊朗的决定是以色列的独立行动。但就在美国急于撇清关系，特朗普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国家社会对以色列突袭行动感到惊讶，以及以色列打算在边境动员数万士兵，准备迎接伊朗报复时，伊朗的空袭直接降临在了特拉维夫，让人感叹这报复来得也太快了。据华尔街见闻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6月13日上午10点22分刚宣布，将对以色列袭击做出决定性回应。紧接着，从中午12点40分开始，上百架伊朗无人机就打向了以色列特拉维夫市，包括10处核设施遭到打击。截至13日下午16点，以色列和伊朗都在积极备战，对等打击行动恐怕还会继续。后续局势的发展，火力军将在获得更多信息后，及时向您提供相关报道。除了以伊大战外，另一个让火力军感到世界变化太快的事件，是武契奇居然援助出资支持乌克兰，这又是怎么回事呢？6月11日，新一轮乌克兰东欧峰会在敖德萨举行。其目的是共同反对俄罗斯破坏地区稳定、削弱欧洲主权的企图。当时有10个国家的总统、总理或代表参加了本届峰会，而其中就包括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据悉，这是自2022年俄乌战争全面爆发以来，武契奇首次访问乌克兰。难道他也要学奥尔班跳下俄罗斯这辆残破的列车？毕竟在上个月，他才刚刚前往莫斯科参加了胜利日庆祝活动。据 Next 的 A 新闻报道，武契奇在峰会上的表现既积极又平庸。积极的一面是武契奇表达了对乌克兰的支持，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并表态愿意拿出资金帮助乌克兰重建城市。平庸则是指武契奇并没有签署会后的联合声明，因为该声明强烈谴责了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残酷侵略战争，呼吁加大对莫斯科的制裁，同时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盟。这样中庸的表现，实则表明武契奇还是想在俄罗斯与欧洲之间寻求平衡。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武契奇不愿意破坏同莫斯科的关系，前段时间绕飞3000公里去参加俄罗斯胜利日活动，就清晰暴露了这一点。但另一方面，武契奇还是想加入欧盟，因此他也始终没有同乌克兰和欧洲撕破脸，一直留有余地。不过就火力军而言，在武契奇抵达莫斯科的那一刻，实际上就已经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做出了选择。塞尔维亚加入欧盟的道路可能会变得遥遥无期。当然，塞尔维亚与俄罗斯的关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反而十分复杂。之所以要保持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除了历史因素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塞尔维亚目前复杂的地缘关系和经济等问题。如科索沃问题就让塞尔维亚和北约的关系并不紧密，这也是塞尔维亚难以加入欧盟的最主要原因。这种在国际上相对孤立状态，迫使塞尔维亚不得不将俄罗斯视为盟友。但深知俄罗斯秉性的塞尔维亚又谨慎地与俄罗斯保持距离。历史经验告诉塞尔维亚，与俄罗斯关系过于密切会带来严重后果。因此，在面临经济问题时，为了缓解压力，塞尔维亚一直通过第三方向乌克兰出售武器弹药。即便是俄罗斯多次表达不满，甚至公开点名，塞尔维亚都未收敛。武契奇还强硬表示，军火出口是塞尔维亚为数不多赚取外汇的主要渠道之一。塞尔维亚不仅通过第三方向乌克兰出售武器弹药，还直接向以色列出口弹药，诸如2000磅级航空炸弹等。同时，这也是向北约表明态度，塞尔维亚没有倒向俄罗斯。而此次武契奇愿意前来参加峰会的原因之一，同时也是因为其国内的经济问题。其主要目的就是想瓜分重建乌克兰这块大蛋糕。尽管帮助重建的请求没有看到泽连斯基的回应，但考虑到塞尔维亚在这场战争中扮演的角色，泽连斯基很可能会满足武契奇的要求，至少是一部分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峰会上，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还提出了一项重大的基建计划，即建议将东欧的亚历山大、德鲁波利斯港与敖德萨港相连，打造一条全长700公里的运输走廊。这样一来，乌克兰和欧盟的贸易将更为紧密，双方的沟通更加深入，并向莫斯科传递了东欧支持基辅的强烈信号。在俄乌前线，6月12日是一个值得为历史铭记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俄罗斯的伤亡已经超过100万人。这触目惊心的数字背后，是100万个家庭难以言说之重。俄罗斯高层要为此负责。虽然数字沉重，但该有的行动还在持续。目前，乌军无人机正继续袭向俄罗斯腹地。据战争研究所报道，数量不详的乌军无人机袭向了莫斯科地区。
紧接着就传出克林斯基区瑞佐尼特工厂遇袭的消息。据悉，这是一家专门生产微电子的企业，为俄军生产口径、KH-101、伊斯坎德尔等导弹所需的微电子产品。现场画面显示，瑞佐尼特工厂周围已经燃起了熊熊大火，并不时传出剧烈的爆炸声。这与美国宇航局卫星检测到异常高温数据一致，俄方则只宣布击落了44架无人机，但没有强调损失情况，详细的战损有待后续披露。与此同时，据奥斯特频道报道，恩格斯机场周围发生了强烈的爆炸，随后就燃起大火。从现场披露的视频看，机场一带已经飘起浓浓的黑烟，高度甚至有数十米。一些俄军事频道则声称，起火的是距离恩格斯空军基地油库2公里的第9中央修理厂，否认了恩格斯机场发生爆炸。据悉，该修理厂长期以来都为俄军的装备提供修理工作，而且还在进行所谓的技术化改造，完成武器的现代化升级。俄罗斯官方则还没有做出回应，相关消息有待确认。一旦证实的话，这将是恩格斯机场在5天内遭受的第2次重击。此外，乌总参谋部公布了5月底空袭莫斯科另外工厂的细节，即5月28日，乌军无人机重击了杜布纳市的2家军工企业，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彩虹导弹制造厂。该厂一直为俄军生产 KH-101 巡航导弹，现在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该工厂的3座生产车间明显遭到了毁坏。从5月至今，乌克兰明显加大了对莫斯科的打击力度，现在类似的空袭正在频繁发生，几乎隔2天就有数百架的无人机光顾。由此可见，乌克兰正系统摧毁俄罗斯战争工业，削弱俄罗斯战争潜力，让俄罗斯难以长期维系战争，直至最终无法承受。泽连斯基在6月12日至14日的布拉格国际安全会议开幕式上称，俄军几个小时前在夜间再次袭击了乌克兰第2大城市哈尔科夫。他痛斥了俄军无差别袭击的行为，呼吁各国为增加无人机生产提供资金，并采取其他措施抵御攻击。他称，乌克兰是抵御普京及其军队的第1道防线，如果我们败了，普京及其军队将会采取进一步行动。同时，泽连斯基还说，只有严厉的制裁，特别是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才能真正威胁到俄罗斯，在其战争资金可能被切断的情况下，才能迫使他们寻求和平。与此同时，德国也发出了相同的呼吁。其国防部长皮斯托里斯表示，德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并打算在2025年向乌克兰额外提供19亿欧元的援助，其中包括乌克兰期待已久的远程武器以及数量不详的 IRIS-T 防空系统。此外，泽连斯基还希望在15到17日召开的G7峰会上与特朗普会面，劝说他对俄罗斯进行制裁，称这对和平至关重要。大家认为泽连斯基能成功吗？俄乌陆地战场，泽连斯基称俄军的攻势正全面展开。在北线战场，乌军在俄边境3州纵横驰骋，无论重装部队还是以步兵为主的突击部队都显得轻松自如。如在库尔斯克地区，乌军在乔特基诺镇再次取得进展，目前距离俄军补给线仅3公里，俄军第56团即将被彻底包围。与此同时，6月12日，乌克兰空军发布视频，乌军战机再度投掷了2枚铁锤制导炸弹，精准命中了俄军一个临时据点。在该视频中，该据点直接灰飞烟灭，可见铁锤的精准性和杀伤力。目前，法国每月能够生产200枚铁锤，据说其中100枚会无偿援助乌军，另外100枚则用于满足法军库存和对外销售订单。总之，随着乌克兰空军力量壮大，在前线的活动正变得活跃。苏梅方向，俄军进攻放缓，乌军成功收复此前失守的亚布洛尼夫卡定居点，正将剩余俄军赶出该地区。在西维尔斯克方向，乌军第32旅使用海马斯火箭炮和 FPV 无人机摧毁了一支俄军连级混编纵队。托列茨克方向，俄军试图偷袭乌军第20旅阵地，结果引发近距离战斗。之后，乌军击毙数名俄军士兵，其无人机操作员将幸存俄军全部清除后，俄军突击队全军覆没。值得注意的是，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俄军正通过光纤无人机袭击乌军物流。红军村方向，乌军击败并歼灭了此前俄媒所称突入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州界的俄军。不过，霍尔蒂察军事集团发言人特雷胡波夫中校也指出，目前突击到该方向的俄军数量正越来越多，激烈的战斗正爆发在每条技术线上，俄军正试图用数量优势压垮乌军防御部队。此外，在辛兹拉托波尔方向，乌军第110旅还打掉了俄军的一个大型弹药库。前方流出的画面显示，乌军对该弹药库进行了精准打击，迅速引发了大范围爆炸，
这可能是乌军在近期击毁的最大的一个弹药库。辛帕夫利夫卡的战斗同样进入了白热化，目前双方处于反复拉锯状态。根据俄乌双方通报，并经战争研究所地图确认，俄军8日刚攻占的费多里夫卡和维谢列2个定居点，现在又被乌军重新夺回。此外，乌军边防部队凤凰还在该方向摧毁了俄军一门 MSTAS 自行火炮、2辆装甲战车、2辆坦克和1名步兵。对于上述战争变化，泽连斯基在图片报撰文总结称，俄罗斯的攻势正全面展开，且已持续了18或19天。虽然不断试图突破，但迄今为止尚未成功。据防卫部落报道，6月11日，圣彼得堡海军制造船厂举行了雅库茨克号的击舰仪式，由俄罗斯海军副总司令沃罗比约夫上将致辞，向造船厂和潜艇艇员表示祝贺。雅库茨克号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获得的第6艘，也是最后一艘基洛级潜艇。它于2021年8月23日铺设龙骨，2024年10月11日下水，并已完成所有必要的海上试验。雅库茨克号是636.3型潜艇，被北约称为改进型基洛级，全长67.5米，直径7.1米，前横排水量3950吨，水面航速10节，水下约17到20节。它以低声学特征而闻名，专为反潜和反水面作战任务而设计。与此同时，普京强调俄罗斯核能力，要求大幅提升地面部队的作战能力。6月11日，普京在国家军备计划会议上表示，地面部队仍然是军事行动的主导力量，必须大幅增强俄军地面部队的作战能力，要打造先进的武器系统。普京还表示，俄罗斯3位一体核力量中现代武器的比例为 95%， 称这是全世界所有核武国家中最高的指标，并借此数字展现出俄国在核武领域的优势。不过，介于3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主权的保障，因此他要求提前为新武器系统准备好基地和机场，而不是将它们置于空旷地带。普京反复强调俄核能力，要求加强俄军作战能力，这背后暗藏的深意不言而喻，既是对俄保障，也是对外威慑和扩张的底气。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在与北约持续紧张和传统武力部队受限情况下，俄罗斯开始日益依赖战略核武力量来维持大国地位。如俄罗斯曾高调展示包括 RS-28 萨尔马洲际弹道导弹、先锋高超音速滑翔载具，以及能搭载核弹头的北风之神 A 级潜艇等武器系统。不过，这些武器目前是否已全面部署至作战单位，我们无法确定。因此，俄罗斯是否能借此成功威慑对手，仍有待观察。据朝鲜日报报道，韩华公司携其履带式 K9 榴弹炮的升级版 K9A2， 决定参与美国陆军自走榴弹炮现代化项目，竞争对手包括莱茵金属、BAE、通用动力以及以色列埃尔比特系统公司等。而竞标的 K9 榴弹炮目前已在全球10个国家部署，其可靠性获得肯定，被视为关键的竞争优势。据悉，韩国陆军的目标是在2030年前完成测试和评估，并开始部署。一位国防工业官员表示 ，K9 的机会很大。值得注意的是，报道指出，韩华公司上个月已重组美国业务，在华盛顿特区成立韩华全球防务公司，以管理其3家国防子公司的海外业务。而且韩华还计划在美国建造一家工厂，用于生产榴弹炮发射炮弹的155毫米推进炸药。新厂计划增资约 1.3兆韩元，预计将今年第3季完工，计划于2026年第1季投产。另外，韩华集团去年也斥资1亿美元收购费城造船厂，在美国海军造船市场站稳了脚步，预计将在特朗普政府推出的美国战略商业舰队计划中发挥关键作用。而且为了加强在美国的海军业务，韩华公司寻求委托澳洲造船和国防公司 ASTO 进行管理控制。该公司在美国经营2家造船厂，仅靠费城造船厂不足以进行全面的军舰建造。而 K9 之所以有这个机会，主要是因为目前美军自走炮现代化计划由于射程70公里的 M1299 榴弹炮出现炮管磨损问题，被迫暂停了增程火炮项目，于是开始转向 SPHM 项目。而且美陆军不打算开发新系统，打算直接采用现成的155毫米自走榴弹炮，因此 K9 才有了竞标的机会。当然也离不开前面说的韩华公司硬实力。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以色列和伊朗的战斗会如何发展，又会如何结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